欧美 No Sleep 系列4分钟。瑞奇总是很喜欢一些奇怪的东西，最近让他沉迷的那个事物实在太恶心了，让我难以忘怀。历史学家似乎隐瞒一件事，那就是被斩首的人还有办法做一些事情，他们还能听得到、看得到，脸上还能做些表情，还能跟他人沟通。是的，你没看错，那个头被砍断的人还看得见你，听得见你。瑞奇相当沉迷于他新发现的那个怪象，花了很多时间研究着它。他说，在某个实验里的老鼠被斩首后维持了4分钟的意识。我跟瑞奇提过 No Sleep， 他当时是我们高中的一个新学生，因为他奇怪的长相而常常被霸凌。也许是因为他的眼睛、皮肤跟头发有着泛黄的污垢，还有他的穿着很奇怪，我想也不难理解他会被霸凌的原因。但瑞奇有他自己的一种抒发方式，他并不会说什么或动粗，他只会画着那些孩子的未来，恐怖的画面，画着他们的死法，或是揭发他们最黑暗的秘密。但我现在不太想继续写下去，尤其是描述瑞奇的死法。他的死永远都会是我这一生最难受的4分钟。那天我到了瑞奇的家里，完全不知道那将会是他在世的最后一天，也是我们混在一起的最后一天。他带着我到他的车库，秀给我看他拼凑起来的东西，是一个断头台。以我对于瑞奇的认知，他一定已经下定了决心，不会走回头路。你什么都不用做，知道了吗？他说着，边拉着那控制杆。我待会会像这样拉着这杆子。他拉了一下那把刀往下掉，掉在那半圆形的台上，发出一阵声响，让我背脊发凉。老兄，我等一下只要你坐在那边看着。我才不要！我转身离开。当我快走进厨房时，瑞奇很绝望地说了一句话，让我停下了脚步。我不想孤独地死去，你是我生命中剩下的唯一一个人。他说的没错，他的爸妈在他大学时死去，他没有兄弟姐妹，他信任的那只狗卢卡斯上个月死了，意思是我真的是他唯一的朋友。你只要坐在那里，反正就是待在那，所以我不会是孤单单的一个人。你之后可以离开这里，没有人会知道的。我走回去，看着我受苦已久的朋友，说：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做？很简单，眨一下眼代表对，2下代表不对，还有，只是以防万一。如果我张开我的嘴，代表那感觉太棒了，但假如那感觉很糟，我会默默忍受的。你不需要知道我的痛苦。我无言以对。我突然意识到，我这天即将失去我的朋友，这一切都太难以承受了。我不断地抖动着，但瑞奇微笑着，他很开心。等一下就问我对或不对那种问题，随便跟我说些什么。这是很可贵的一个经验。我读过那些实验，头断后我应该最多可以有4分钟的时间，直到我死去。等一下可以问我痛不痛，我有没有看到那束白光，还是天使，我有没有突然得知了全世界所有的秘密。瑞奇，你真的要砍你自己的头？瑞奇低着头点了一下，接着眼睛泛泪地看着我。我知道我需要帮助我的朋友，虽然这一切都很糟糕。我想在我感到痛苦前死去。我研究了一下，我现在有的这个疾病最后的死法总是很痛苦。我想以我的方法死去，我想引死神。我们就那样坐在他奇怪的车库一段时间，他已经计划好了，做了一个周全的准备。他的头等等就会掉在卢卡斯的床上，他曾经是他仅有的另一个朋友。
瑞奇等一下会侧着头躺在那台上，像是他躺在床上那样，我会坐在地上跟他沟通。你知道吗？你让我的人生更美好。我从来没那样跟你说过，那有点丢脸。我也不善于表达情感，但在高中认识你后，让我所经历过的惨事好受些。眼泪涌上我的双眼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。我也一直都很爱他，但我也不敢开口说，那很难用言语去形容那种感觉。看着瑞奇把他的头放在那自制的断头台上，他侧着身，把他的头放在那里。接着在一眨眼的时间，那把刀掉了下去。他正开口说着谢谢你，瑞奇的句子被打断了。怪异的那一刻，我朋友的头掉在卢卡斯的床上，眼睛睁大着看着我，但不是死去的眼神。我褐色的双眼看着他黄色的眼睛。我试着不去看他的脖子，但我的眼角余光还看得到他鲜红的血在那被切断的脊椎骨上流着。我的双手无助地颤抖着，强迫自己看着他的双眼。瑞奇，你听得到我的声音吗？他眨了一下眼睛，他听得到。天哪，这不是真的吧？瑞奇，你现在会痛吗？他眨了2下，不痛。你看得到我吗？眼睛眨了一下。你有看到天使还是什么之类的吗？他眨了2下。你有奇怪的感觉吗？又眨了2下。他张开了嘴，露出牙齿，咧嘴微笑。我不知道他现在看到了什么，感受到了些什么，但一定很美好吧。死后的世界并没有什么好怕的。所以你没有感到害怕？他眨了2下，我松了一口气。突然间，我不知道该问些什么，但我们某种程度上还是在沟通着。他注视着我的双眼，但我感到很安心，感到很安全。他的眼睛合上了一下，我以为他走了，离开了这个世界。我焦急地问：瑞奇，你现在知道了什么宇宙间的秘密了吗？他的双眼慢慢地睁开，眨了一下。他似乎试着移动他的嘴，试着说些什么。我突然意识到他没有肺，他无法说话。我只好接着问：死亡是种很糟的感觉吗？他的双眼慢慢地眨了2下，否认了。你的周遭还有其他人吗？他们是好人吗？眨了一下眼，但我无法得知那些人是谁，即使他认识他们。但当下我没有问题可以问了，其他的问题都再也不重要了。没过多久，瑞奇跟着我对望着，突然间睁大了双眼，望着我身后微笑着。我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，但他喜欢他看到的景象吧。他在死去前眼睛眨了4次，这并不在计划之中，但他就这样死了。瑞奇，4次？4次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很确定他眨了4次，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，我感到相当困惑。我想我在那里呆呆地盯着他很久吧。当我起身时，天色已经黑了。当我打开灯时，看到了厨房的桌上摆着一个信封，上面写着我的名字，里面放的是瑞奇的遗嘱跟遗言。那种感觉真糟，我没有办法跟你说你的友谊对我来说有多重要。谢谢你愿意跟一个怪胎做朋友，我爱你，兄弟。眨4次眼睛代表我爱你。瑞奇把他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了我，这一间房子，还有4000元美金。我火化了他的尸体，把一半的钱捐给那收养被虐及被抛弃儿童的机关，另一半捐给动物收容所，以纪念卢卡斯。这也是我所能为他做的。
瑞奇的一生充满了悲伤，我想他也会赞同我的。故事说完了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朗读故事，欢迎在影片的右下按个喜欢。想要听更多的故事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米娜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